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Sunny。大盘午后大跳水，到底是短线见顶的信号吗？随着3支疫苗研发机构获得极高有效率的数据结果，以及英国开始接种疫苗，魔幻的2020年即将过去。12月10日前后，美国 FDA 将审批辉瑞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。对于投资者来说，一个事件的博弈必然伴随相应的操作策略。今天来说一说3大疫苗股的交易思路，看看疫苗获批前后如何运用期权策略来套利，以及有哪些股票最终将受益于疫苗的推广。由于美股时事交易思路节目具有很强的时效性，如果订阅阳光财经并打开订阅按钮右边的小铃铛，那么你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收到更新的通知。今天简要评论大盘，因为大盘在6连阳之后突然跳水了，是不是短线见顶信号了呢？大盘在今天以前每天都是小阳线，连续6天，美股不会天天大涨，拉爆空头，每天打鸡血，但是它温和上涨，天天涨，让人感觉有一天跌了就很不适应，总有一种大跌就是天要塌下来的感觉。其实美股就是这个德性，涨的时候时间长，每天涨幅小；跌的时候时间短，疾风骤雨。消息面往往是短期下跌的主要原因。最近几天市场在期待一个9160亿的财政刺激计划出台，虽然这个金额比之前2.3万亿少了许多，但如果能在年内完成批准，也是个利好。无奈这帮政客还是没谈拢。佩洛西又一次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刺激方案。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在刺激法案当中，因为政治因素而多次导致刺激法案的难产。不知道是不是肥水不落外人田，非得等到拜登上台再出台刺激法案，还是怎么的？总之，这个圣诞节的红包还没有影子，这对嗷嗷待哺的金融市场是个打击呀。今天动荡比较大的是纳斯达克指数，科技股跌得很凶，半导体、软件、云计算和互联网等高科技一片红彤彤，道指、标普则跌幅还比较缓和。这样的话，涨幅巨大的科技股回调下，其实是一种健康的回调。消息面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，大盘到现在还难言见顶。虽然大盘没有见顶，短线天天涨的格局可能是要停一停了。大盘有可能进入一个整理的阶段，而且圣诞节前慢慢的交易会比较清淡，做好心理准备就可以了。有人说辉瑞疫苗出了点副作用，也是大跌的原因。说到辉瑞疫苗啊，显然是利好多于利空。计划于12月10日上午9点开始的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疫苗和相关生物制品咨询委员会的会议资料和会议安排已经出来了。10点半讲安全性和有效性监控，下午的1点才轮到辉瑞发表演讲。辉瑞会用1小时的时间讲他们的疫苗，这其中包含了10分钟的 Q&A 环节。在下午2点以后， FDA 官员再次发表讲话并开始表决提问环节。这1个小时的互动有点像论文答辩。美国12月10日下午2点以后，辉瑞就要面对专家们的提问。虽然大家都非常期待辉瑞和其他疫苗能够快点分发开打，但事关重大，预计专家提问不会只是走过场。3点10分，委员会开始讨论并表决，这将花125分钟的时间，而这段时间美股交易时间结束，盘后交易开始。社会公众可以通过 FDA 的官网进入虚拟会议直播，也就是说全程信息获得及时性和便利性应该不成问题。那么5点15分会议休会之后，到底有没有什么消息流传出来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预计辉瑞、Moderna 和阿斯利康3只股票在盘后会有显著波动。12月10日全天，辉瑞疫苗是 FDA 会议的主角。拜登声称他上台100天内要扭转疫情，100日强制口罩计划，还有给美国人注射1亿支疫苗。即使是川普也希望疫苗的功劳记在他的头上。战胜疫情不分党派是当务之急。
在疫苗审批这件事上，应该不存在政治干预。只有疫情解决了，经济才会回到正常的轨道。国家发钱救助，救得了一时，却不能无限期的一直发钱。不管谁当家，都得盘算一下家底。发钱纾困是治标不治本，治病救人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政治倾向必然是希望辉瑞疫苗通过审批了，而英国更急，直接拿来就开始大规模使用，以至于今天出现了4个人发生了疫苗过敏反应。据说面瘫了。面瘫它是一边脸没办法控制，眼睛嘴巴闭不上，但这种叫做贝尔氏麻痹症的面部神经疾病通常会自己痊愈，并且药治面瘫也有治疗方案，最严重的莫过于手术治疗。英国政府因此警告有严重过敏体质的人还是不要打疫苗的吧，免得把别人吓坏。明天就要开 FDA 会议表决了，今天有人打了疫苗却面瘫了，这明显给明天的表决增加了变数，因此辉瑞股票小幅下跌。除此之外， FDA 认为辉瑞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紧急使用的要求。辉瑞行政总裁表示 FDA 将会批准申请，辉瑞股票也出现了上涨走势，博弈疫苗批准的资金开始多了起来。疫情以来，疫苗股出现了几波机会，每一次上涨都是临床试验的利好消息，而每一次盘整和下跌都结合了研发的中断和停滞。这次历史来到了关键的时点， FDA 批准疫苗就是一个准生证。那么股市总是不按套路出牌，利好出尽见光死。在每次市场获得好消息而欢呼的时候，割韭菜的铡刀早就磨刀霍霍的要砍下来。那么这次有没有可能不一样呢？目前进入 FDA 审批程序的疫苗股有辉瑞和 Moderna， 都进入到最后利好的博弈阶段。博弈得好有很大的收益，博弈得不好会套住不少人。毕竟 Moderna 这只小盘股年内涨幅已经7倍了，历史上所有年份它从来没有涨过这么多。阿斯利康在医学权威《柳叶刀》发表其疫苗有效性的文章，因此目前跑出来3支疫苗都可以作为疫苗概念的最后博弈标的。辉瑞、Moderna、阿斯利康这3支的股性截然不同，这是基于它们的总市值大小和主营业务结构决定的。新冠疫苗对辉瑞和阿斯利康来说只是众多产品中的一个，并且疫苗本身销路不愁，却难以增厚利润空间。作为一款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产品，大型生物制药公司大都放弃了在疫苗上获取利益，而是以成本价出售。Moderna 更多的专注于 mRNA 技术研发的产品，到现在仍有 20% 左右的收入来自于补贴。也就是说，这只股票更多属于还在等第一桶金的阶段。疫苗上市将给 Moderna 带来几十亿的资金，与此同时，股票也已经涨了7倍，疫苗的好处基本上已经全部算到股价当中了。所谓利好出尽，就是这个利好在后续难以持续给公司创造收益，而股票提前上涨透支了未来，在利好最终落地时，股票见顶的情况。那么辉瑞和阿斯利康股价并没有很疯狂，两家大型药企也不是光靠新冠疫苗来衡量其投资价值。那么疫苗获得 FDA 批准，这个利好更多的反映了他们的社会价值。市场很清楚，新冠就是个大号流感，疫苗一旦成功，新冠就基本上归类为流感。为什么要为一个流感疫苗给一个医药公司极高的估值呢？而对 Moderna 就不一样了。首先，它不承诺成本价格销售疫苗，它要赚钱。其次，它是需要第一桶金来启动它的研发管线的医药公司。打江山难，守江山亦难。Moderna 就是在打江山的阶段。2021年 Moderna 有望通过疫苗赚一大笔钱。Moderna 怎么利用好它从疫苗赚来的钱？2021年到2022年 Moderna 的研发费用是不是大幅提高，直接决定了 Moderna 是长期升起的新秀还是短命的暴发户。 Moderna 疫苗进展也相对顺利，最终上市仍有不少消息要出台。涨了7倍的 Moderna 仍会出现一定的投资机会。
疫苗获批时 Moderna 有可能见顶回落，而等到2021年下半年，通过观察 Moderna 是不是把钱投入到新的研发管线当中，可以判断 Moderna 的长期投资价值。这就好比中了乐透大奖，有些人会拿去投资赚钱，从此衣食无忧，而有些人就会拿去挥霍，钱花光，人也废了。Moderna 是什么样的结局？到时我们看报表就知道了。那么除了直接买入卖出疫苗股，在事件博弈当中有没有一组期权交易策略可以玩呢？今天介绍买入跨式套利策略。我们知道期权有看涨期权，有看跌期权。看涨期权是在正股涨的时候大涨，而看跌期权是在正股跌的时候大涨。说白了就是赌方向，赌涨的买看涨期权 call， 赌跌的买看跌期权 put， 两个都是付一笔有限的权利金。如果正股出现巨大的变动，就会赚大钱。疫苗批准与否，是不是在注射过程中出人命、闹出幺蛾子，都存在不确定性。大涨和大跌都可能与疫苗股相伴。如果我们同时买涨和买跌，就赌了上下两个方向。把同一个行权价的看涨和看跌期权同时都买了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这个损益图看不懂没有关系，只要股票大涨大跌都赚钱。风险在哪里呢？如果股票横盘不动，跨式套利可能会套不到利，每天还会减少一点点的权利金。如果到期前正股还没有大行情出现，那两个方向的期权都会亏损，最大亏损为所有权利金。以 Moderna 为例，2021年2月19日到期的行权价150元的看涨期权是30左右，看跌期权是26左右。同时买这两个的各一张的话，那共计要花费5600元。如果到期之前 Moderna 涨到了206元以上，或跌到了94元以下，相当于是2个月内要有 37% 以上的暴涨暴跌，这个跨式套利组合就产生收益，超出的部分每1元产生100美元的收益。如果到期之前 Moderna 在94到206之间，那么这组策略就赚不到钱，还会亏损。同时买入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，是认为股票未来会暴涨暴跌才这么做。那么你认为疫苗股会坐过山车吗？欢迎评论区讨论，点赞、转发、订阅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